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现在很多人都有一种未雨绸缪的想法，尤其是老一辈人，他们总喜欢先苦后甜，精打细算的半辈子，抠抠省省把钱存起来，然后希望在年老失去挣钱能力的时候，自己的手里依然有钱，不用去看儿女们的脸色生活。其实拥有这种想法的老人是很睿智的，毕竟当下想要依靠儿女来养老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但是人终会老，等到我们70、80岁，渐渐的失去自理能力，或者记忆健忘，生活上需要子女辅助时，我们依旧是把存款握在手里呢，还是放手抖落给子女支配呢？很多人到这个时候肯定很怕这两种问题。一是把存款抖落出来，就怕儿女拿了钱不管老人；二是自己继续握在手里，不给儿女知道，而等到自己失去了自理能力，记忆丧失时，就怕存在银行里的钱自己想用也用不到了。那么人到老年，老人的存款是握在手里还是放手给儿女好？一位73岁的李大爷说出了自己很独到的解决办法，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。讲述人李大爷73岁。大家好，我是李大爷，一名退休的老师，在15年前退休，现在每个月领着6000元的退休金。同时我也是一个单身多年的老头，老伴在我48岁的时候因病去世了，当时留下2个10多岁的子女，让我的生活过得十分的艰难。为了子女，我没有再婚，也没有休息，周一到周五正常上课，一到周末我就会去校外捡一些培训课来做。也许就是这份努力和拼搏吧，一儿一女顺利的被我供上了大学。而我的子女那时候也挺孝顺我的，知道辛苦养他们不容易，后来他们纷纷留在我身边工作。儿子去考了公务员，但被分配到乡镇工作，1个月会回来2次。而女儿去了一家国企，离我挺近的，每周末都会回来陪我同住。那时候我刚退休，每到周末都很期待儿女回来，早早的准备一堆饭菜来款待儿女。可是这样美好的3口生活却没有维持多久，儿子受不了乡下的工作，觉得没出路，就辞职去了省里发展。其实儿子一半是为了发展，一半则是为了女朋友，也就是我现在的儿媳。他家就在省城那边，要求我儿子过去那边生活。为了儿子的未来，我也拿出了一大半的积蓄，大概30多万，给了儿子在省城买了套房子。买完房子不久，儿子就和儿媳结婚了。那时候我又为此花费了10来万，顿时让本该滋润的晚年生活开始紧张起来。后来儿子成家不久，女儿也出嫁了，儿嫁的女婿又是隔壁市的。就这样，儿子去了省城，女儿去了隔壁市，我的家里就只剩我一个人了。从那时候开始，我就意识到养儿养女终究不管用啊，他们为了事业，为了婚姻，都会远离了我，而我的晚年能依靠的就只有钱了。所以2个孩子走了后，我就开始了存钱养老。当时给儿子买房和办婚礼后，我手里剩下18万多。女儿嫁人时，我又拿到了8万的彩礼。然后前几年老家幸运地征收了点土地，又拿到了9万多。合计我的存款有40来万，并且我每个月还有额外的存个3000多。而这笔钱我一直都没有告诉给儿女们知道。为啥要这样做呢？其实也是因为儿子刚结婚的时候，各种的生活压力很大，经常跟我要钱。尤其是他知道他小妹嫁人，我拿到了一笔彩礼时，他就提出过要跟我拿个10万8万来买车，但是我没有给他，而是说自己去种了几颗牙齿，加上老家房屋检修就得花差不多了，因此打断了儿子要钱的念想。
也让我对儿子有了疑心，觉得儿子可能会是一个不孝子。如果我把手里的钱都告诉他了，他肯定会啃老。我以为自己把存款紧紧地握在手里，就可以安享晚年。谁知一位邻居悲惨的经历给我上了一课。我的邻居也是一个单身老头，退休前就存下了一大笔钱，据我所知得有60多万。可他也跟我一个样，对子女不放心，就没有抖落出去，自己偷偷地存在好几个银行里吃利息。然而多年前，他不幸患病，住进了重症病房，每天需要花费1万多，整个治疗下来便是要40-50万来医治。而他的儿子刚买了房，又生了2胎，压力山大，负债累累，东拼西凑的只拿出了10万不到，这可把他的儿子愁死了。想找找老人的存折拿出来救命，可是翻遍了整个屋子，就是没有找到。老人勉强治疗一段时间，终于清醒了一会儿，告知了儿子存折和银行卡。儿子找到后，却又发现不知道密码，根本取不了，而且有好几个都是定期的，有些还是保险理财的，想走特别通道领取，又要一堆麻烦的手续。在这办理取钱的过程中，老人的手术一拖再拖，也因为承受不起重症病房高昂的费用，转到了一般的病房。然后等到老人的钱快取出来的时候，可是老人却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，病情加重，在医院住了30来天，来来回回抢救了好几次。儿子取来的60多万存款花掉一半，可人却还是走了。邻居走后的那10多天，我一直在思考，我到底要不要把存款告知给儿女？可是我又害怕儿子会不懂事，知道我有这么多的存款，从而打起我存款的主意，更或者啃老起来。可能有人会觉得我是不是对儿女过度的设防了？其实对于一个为儿女付出很多的我来说，我真的不得不为自己的存款多些防备，这可是我晚年养老的命根子啊！而且我的儿女自从成家后，他们工资收入一直都是月光族，还房贷供养孩子，剩下的钱就是吃喝玩乐。就比如我的儿子，每个月都会有一家3口出去旅行，看到他们的消费，真的会让我不得不设防。还有我的女儿，嫁到了一个不错的女婿，工资收入也很高，可却没有存钱的习惯。结婚都10来年了，房子、车子甚至孩子都是亲家出钱养的，但他们手里却还是拿不出多少钱来。所以那段时间我的内心在做斗争，到底要怎么样处理我这笔存款，才能够让我的晚年无忧，让我有个万一时，不会像邻居那般悲催。后来我还是选择把存款都落给儿女们知道，但是我想了个办法，看似钱在儿女手里，其实又不在的法子。这是3年前的事，那时候我的存款有43万，我留了11万给自己应急使用，然后把剩下的32万分别存在了2张卡里面，并交到儿女手里，以防万一的时候他们知道我这笔钱，同时也算是提前做个资产分配。如果我一直没有用到，这笔钱也是留给他们的，这点也跟儿女们交代了一下。不过密码我却没有告诉他们，而是用一张纸把密码记录起来，然后锁在了家里的铁柜里。等到我万一像邻居那样得了大病不省人事时，他们要找我的钱，翻箱倒柜的时候也更容易找到那张纸，并知道密码了。可能我这种处理的有些繁琐，但我觉得这还算一种不错的法子，至少我现在可以安心一点，真有万一时也不会太悲催，有钱也用不到。所以我觉得人老了还是要把自己的存款告知给儿女知道好。你可以不给子女花，但千万不要死死的藏着掖着，可以像我一样合理的安排好这笔钱，平时子女拿不到，
急需时却有法子拿到。不过，把存款交给儿女时，也不是如数的告知，自己也要留点余钱应急，这样才不会有钱花不到。没钱时要低声下气的跟儿女们要钱花。对于李大爷处理存款的法子，不知道你们觉得可否可行呢？换作是你老了有这么一笔存款，会如何安排？欢迎大家来留言区探讨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朋友们，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，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